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跟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寰宇惊奇，我是傅和林傅老师。今天我要讲一个很特殊的题目，这个题目就叫做费城实验。那么这个费城实验呢，诚如我上面讲了，它时间是在1940年到1943年，中间牵涉到有科学家，有相关的人物，包括特斯拉，包括爱因斯坦，通通在里面。但是呢，美国海军实验室呢否认这个计划的存在，正反两面我都会讲。那么主要你看那个红字，这个事情如果是真的，它就是美国最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 F-35、F-22的逆中，它是逆中战舰，它原来是要这个战争的时候，德国的 U-boat 就 U 型潜艇，对于这个盟军的这个军舰以及商船伤害很大，所以美国希望发展一种让船只在雷达，注意在雷达上面隐形的技术，就跟我们现在的 F-35是在雷达上隐形，可是真正它没有办法隐形。但是在1940年代就研究了这个特色，然后呢，不小心，不但是雷达看不见，连光学都看不见，不但光学看不见，还把它空间移位。所以我红字就是说，隐形实验意外产生的人造虫洞。这个事情主要来自两本书。第一本书就是我手上这本的，这叫做英文叫做 UFO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The Case for， 就是实例研讨。那作者呢，就是今天的主角之一，叫做杰瑟普这本书。这本是1955年出来的，出来没多久他就自杀了，不见了。第二本书费城实验，名字就叫费城实验，可是这个书里面只有第3章、第4章讲费城实验。这个人作者 Bialik 那么这是一个相当也可以说有争议的人物。这个人曾经参与过费城实验。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个人，就是我刚刚说这本书的作者那么这是1955年出版的书Morris 杰瑟普，我们台湾中文翻成叫做飞碟案例。那么这本书出来，其实这本书里面根本没有提到任何费城实验，大家注意看我的红字。但是这本书1955年出来以后呢，这个 Joseph 收到好几封信，叫做 Carl M. Allen， 这个真名我现在都用真名，假名在上面有，真名叫做艾伦他写了好几封信。可是一开始呢 Joseph 以为他是一个粉丝，他根本没有理他。但是第二、第三次，发现这个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很怪异，所以就开始给他回信，而且就联络上了。那么他跟这个 Allen 就说，1943年美国海军在费城做实验，不小心被他看到了，这个船在一团绿色的雾里面消失，他就把这个事情写信告诉了 Joseph 然后1956年呢 Joseph 才注意到这件事情，但是后来也就算了。但是事后看1956年的书时候呢，他书已经出版了1年了。这个美国这个海军的实验室 ONR 后面会讲，他呢就请 Joseph 去说，有一个人用牛皮纸来寄了一些资料给我，里面就是你的书，但是书里面他加了很多眉批，这个眉批里面讲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包括费城实验。Joseph 红字最后一行他才注意到有这么回事。那么这个人呢这就是 Carl M. 艾伦费城实验的一个目睹者，但这个人呢事后也没有任何的足迹。那么在他的 Joseph 的书里面，1955年这本书里面，他写了很多眉批他写的有3个眉批，他是其中之一。那另外2个据说不是地球人，是外星人以人的形体写的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查证那再另外一个人，就我刚刚讲的 Bialik 就是这本书的其中的一个作者。这个人呢，他是在1927年纽约生的，然后2011年10月10号，刚好我们国庆日去世的，
一共是84岁。那么所以说这个费城实验它有2条路线，一条路线就是 Joseph 的1955年的书，另外就是这条路线1984年那个 Bialik 呢，可能跟这个新闻界有联络，所以纽约新闻周刊 Newsweek 这一本杂志呢，每个礼拜1本，里面就刊载了费城实验的事情。同时，在1955年的书跟它前后呼应。然后这本书目前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刚刚秀给大家看到的这本书呢，是1990年出版。那么我亲自听到 Bialik 讲这个故事，那是在1992年1992年。这本书呢，里面他说1940年这个一般这个网络上都没有，这个是我听这个 Bialik 他讲的。他说1940年9月份，美国就执行一个叫做彩虹计划。这个彩虹计划呢，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 U-boat 德国潜艇是个威胁，他要如何要找到这个威胁，同时克服，所以美国这个海军呢，就找了一批人，用线圈跟发电机。大家知道，上次我讲过特斯拉的发电机，交流发电机几乎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他利用线圈跟发电机的原理呢，应用在扫雷舰上。注意哦。没有人注意到这是没有人哦，成功了。这个叫做 Bialik 口述，他亲自讲的，成功了。成功的这个主导人呢，这个设备其实这个就是他的设备，尼古拉特斯拉尼古拉特斯拉是1943年1月份去世的。1940年可能之前他们就有合作，我不晓得。那么1940年实验成功，而且实验成功，他利用特殊的发电机，注意跟它的频率产生器，然后配合大功率的发射。但是1942年成功了以后呢，他们做了一个无意中发现这个一个东西消失在别的地方出现，但是是物体，没有任何人。但是1942年开始美国军方告诉特斯拉，我现在要真人实验，特斯拉拒绝。同时1942年退出这个彩虹计划，退出了以后，1943年心脏病过世。好，所以这个里面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特斯拉1856年到1943年的1月7号，他比爱因斯坦大了差不多23岁左右。好，那我现在反过来，这个是目前美国海军的历史跟遗产司令部对费城实验做了一个统一报告这个里面全是英文，大家可以去上网看，确实这个是从网上抓下来的，我把它翻成中文它这个费城实验 ONR。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那么这个实验室呢的网站上写他说据称他据称1943年秋天呢，美国海军一个驱逐舰制成的隐形装置从宾州费城转到福州的 Norfolk， 而且成立了所谓费城实验的事实。那么事件对不起，不是事实。那这个海军历史遗产司令部呢，档案记录呢已经被网友反复的搜索，但是没有找到证实该事件的文件，也没有找到海军试图实现这一成就的任何兴趣紧接着一章那么大家上面看看就好了。我们看最后一行，红字 ONR 成立于1946年但是呢，这个实验是1943年。所以说 ONR 科学家们不相信这样的实验是可能的，除非是在科学领域的小说中。后面著名的时间1996年9月8号发布这个文章的时间2016年的9月2号礼拜五早上10点44分10秒，大家可以上网去看这个只要一打 ONR然后再进到这个历史的这个司令部，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据称是 Philadelphia Experiment 实验的一个文件据称那个牛皮纸套，注意好，这个最初的目的他们是做什么呢我现在这个所有的内容我就浓缩刚刚几个人他们的叙述正反两面，我都这个是从这个费城事件内容来讲，他说是要让船舰借着强烈的电磁场来干扰跟躲避敌方鱼类的攻击，进而延伸在周围的空气，
产生强磁场。这个强磁场呢，使敌人的雷达侦测不到自己的存在。注意哦，一开始只是做雷达哦，所以只是雷达立中哦，并不是光学立中哦。好，所以说呢，这个实验呢，我把这个名字都讲出来了不过这个 Frank Reno 这个人呢，你在网上是查不到的，因为我也没有查到。但是实际上，我网上查到了几个人物但是我实在不晓得这几个人是不是牵涉在里面所以我没有放在上面。那这个人是我实在没找到我就放在上面，大家不信可以去肉搜一下他说这个人呢，他是做统一磁场应用，注意哦，应用军事应用然后这个理论呢，假设包括电磁辐射跟重力场互相相关，也就是所谓的电磁场跟重力场可以用一个equation来表示那这个表示的结果就展现在应用上，就是这个例子那么美国海军认为它具有军事价值，所以批准了这个实验，同时利用这条船做实验而且加了很多设备。那特斯拉因为是说这个里面有人，所以特斯拉后来根本退出不参加。好，那我现在把这个关键人物 JSEP 的年表给大家做一个分析他是1900年生那么1955年、56年大概刚经55岁的样子。然后1920年 Michigan Ann Arbor， 他是在密西根大学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建筑系，你也可以说建筑工程系毕业。那么后来他研究考古，再来呢，他对天文有兴趣，他做了学校的天文助理，注意哦，只是助理而已第二个呢，1922年他迷上了古文明他因为他是建筑系嘛，所以考古他进到考古，对于考古他很有兴趣，所以他到了这个玛雅文明去看了考古。同时他对于母大陆这些亚特兰蒂斯非常有兴趣，又到了亚马逊森林探险这个是1923年。然后呢，他回来，最后呢，在天文学系还是当助理。注意，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从事天文学然后呢，1926年他拿到了一个硕士然后那个硕士也是 Michigan 拿到了硕士以后呢，他就想攻读博士他先念硕士，所以1926年他先念硕士，念完硕士以后呢，他就跑到南非一个天文台去工作。南非不是美国，南非天文台工作了很久，然后一直到1931年，他就开始从事天文，他对天文台有兴趣了，一直从工作里面辞职不做了不做，为什么呢？他想去念书了所以说呢，到1932年，他回到 Ann Arbor Michigan Ann Arbor 去念博士，但是对不起，没有念成功，所以有很多人说他是博士是不对的，他其实是硕士，也是蛮有学问的一个人而且对于这个飞碟确实，你看看他的书他那本书写的东西现在美国坊间出版的任何一本书都没有他仔细。好，紧接着他就到了这个大学，看到没有？教天文学德瑞克大学当教授了，注意当教授1932年当教授，然后呢，1942年他到了一家公司开始做事这个公司也是关于工程方面的公司Murray 这个是很大的一家公司然后紧接着呢，1943年呢，他接受政府的邀请，开始做公务人员。接着1943年就发生了费城事件，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1955年他很有兴趣所以我为什么把他的年表拿出来给大家看？你看他前面一开始考古对玛雅文化有兴趣，然后又搞天文学，所以对于天上的东西很多现象他很有兴趣，所以他在1955年呢就写了这本书了，也就是我给大家看到的这本书就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写出来以后呢，到了这个4月，注意到4月4号写的，7月1号他的书出来了，不明飞行物体情况呢他很了解慢慢人家就开始跟他接触，然后呢，到了1956年，隔年1955年1956年的1月这个艾伦就给他写信了。一开始写信他没有理他，这个连信的内容都有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方便多讲。
第2封信，他看了费城实验在里面出现，船可以消失，他很有兴趣了，他马上呢就跟他联络，就联络了几次，一直没有成功，后来联络成功了，紧接着第3封信出来了，看到没有？1956年1月，他首次回信，因为他觉得他很有兴趣。这里面提到费城实验，他的书里面没有提到费城实验，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卡尔的信里面提到费城实验，同时他的信在第2封信回信了，回信了以后呢，杰瑟普呢，1956年6月4号，资料充分又出了一本书，叫 UFO Annual UFO 的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紧接着呢，1956年的7月1号，他对美国军方ONR 美国海军的研究室找去了。他说这里面后面我会讲。他说我们收到一个牛皮纸袋，您这个写的这个书，而且这个书除了你写了以外，我这还有眉批，所以这 ONR 就把这本书印了127本我现在来告诉你，因为你是版权人嘛，所以我要跟你讲这件事情希望你同意，同时把这个事情跟 Joseph 讲。这个里面就问题大了那么 Joseph 发现到，既然我的书有回音，而且里面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所以他在1956年的7月16号，注意第3本书出来的 UFO and the Bible， 但这本书跟前面跟那个 ONR 没有关系，它主要是讲圣经里面的书这个里面的书其实它比现在搞这个古文明的这个丹尼肯要早很多年，这个人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人。那紧接着又出了一本书，那出了一本书了以后这里面呢，1958年的，后来他把他的资料因为他资料很多了，他就把这个人交给这里面第4个人给他去代理。我现在给大家看，这是书里面的一个原稿，中间的画下的眉批、画的地方以及他写的字，看到没有？1段、2段、3段都有写字。那费城实验就是从这样子出来的。好，这个事件出来了以后呢，这个1959年的1月1号呢，他一个好朋友叫 Valentin 博士Valentin 博士，他是他好朋友，他突然跟他打电话他说我有惊人的发现，我对于费城实验有惊人的发现，那么就要跟他见面，注意跟他见面，然后约定4月20号，注意4月20号晚上他们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谈。那很奇怪呢，中间有一个人呢，我也不讲他的名字，这个大家看得到浪费时间。就这个人呢，突然说他收到一封 Joseph 写的自杀的信，说他厌世实际上中间 Joseph 出了一次车祸，他非常很 upset， 就想自杀。然后这个人自称他收到一封他自杀的一封信，写给他，然后表示他有自杀的企图。1959年的4月20号晚上约好6点半吃饭，但是他没有来，爽约了。就后来发现他在准备出发之前，突然在公园里面引自己汽车排气管的气窒息而死，所以这个非常的悬疑，非常的悬疑。那么右边是他的死亡证明，然后呢，死亡了以后呢，只有一个小道消息在右边说有这么一个研究飞碟人过世，这个所有的事情就说明了很多事情所以我一步一步给大家看。好，那么1959年呢，所以4月20号死在车里面，他说他取得了突破，但是突破的内容他完全不知道然后就卷入这一场的谜到现在还没有解。好，我们回到这个费城实验，这个谜一样的人物叫做艾伦这个艾伦他原来用的是假名后来用成真名。他说他写信给这个 Joseph 说，他说他看到船被一群绿色的大雾笼罩，他目睹这条实验船消失奇景那该船上的这个船员呢，他真名就叫 Carl Allen 把他看到的东西写下来，同时寄给杰瑟普。这个是我们模拟现场，一层绿色的光一层绿色的光，那上面船员都在上面这是有人那特斯拉他拒绝真人的实验，所以他退出。然后紧接着发现很多很强烈的磁场在那边扰动，这是有一点磁场，这个是后来影片上的给大家参考。那这就是1955年美国海军的 Naval Research
收到的这封信，用牛皮纸袋的原稿寄给他，寄给 Joseph 啊，寄给美国海军，然后美国海军，你 Joseph 说，跟 Joseph 讲，哎，他说你的书啊，有人写了很多眉批，我们请你来聊一聊啊。这个就是其中几页的那个字啊，它出现的字的原因啊。然后这张是更多字，看右边通通是眉批，看到没有 ？Philadelphia 啊 ，Philadelphia 啊，看到没有？右边啊。然后这个里面呢，这约谈他的2个军官呢，对这本书呢很有兴趣，同时印了127本，刚刚已经秀出来的那个不是书，就是把它连原书跟里面的眉批通通写出来。那这127本完全发出去了。那美国的军官以及其他的物品啊，这个是很多年，所以说 ONR 说对不起，这个人呢事呢，我们都找不到了，很久了，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这个驱逐舰讲了，艾尔德里奇号啊，我们叫绝密实验，右上方就是那个军港啊，然后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对抗轴心国的海洋指挥权啊，船呢就是在敌方雷达不可见的技术之下做测试。这是1943年的时候，船坞是这个样子啊，菲拉达菲亚的船坞。那这个里面牵扯到另外一个人，大家都很熟悉的，叫做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我把年表也写上去。为什么把年表写上去呢？部分跟这个可以参考。我们直接跳到1939年。1939年，他得到铀的这个裂变啊，就是铀的分裂可以产生能量。1.m 西方，所以建议罗斯福赶快造原子弹，以免德国优先。这是1939年，紧接着，然后就是1942年，所以表示说这是战争期间。我上面讲，1942年因为战争的关系，美国海军征召爱因斯坦入伍，你也不能说入伍就请教他，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规划是美国人啊，已经在这个普林斯顿大学里面了啊。那前面我给大家看。他第一任妻子，上面那张照片，第一任妻子，啊，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第2任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儿，啊，在下面啊，表示他当时的年纪，啊，当时的年纪。那么这个1943年10月28号呢，据说他曾经目睹了这个他的理论呢，统一场论已经应用领先理论啊，他理论没有出来，已经经过特斯拉的技术已经突破啊。那么他这边说是外星技术，这个我们谁都不知道哈，但是我们把这话弄出来。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实际上他跟美国海军的官员做讨论啊，所以1950年啊，从未被证实过的统一场论开始试图啊，把他的相对论跟那时候相对论已经出来了，我刚刚那张已经写得很清楚，跟电磁学融合在一起。实际上呢 ，Allen 他就是说爱因斯坦本人。也曾经教过他们这些东西，同时根据1943年10月28号，他亲眼目睹光线可以弯曲啊，他利用磁场来弯曲光线。那这个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已经发现到黑洞也有这种类似的现象啊，但是那是黑洞，那能量跟这个不一样。那个弯曲的光啊，可以使船整个包裹在电池的浓雾里面，就是绿色的雾，我刚刚已经大家看到了。那么这个船坞呢，随后这个实验呢，不小心被人看到了以后，就牛皮纸袋传出来以后带到这个美国海军实验室 ，Joseph 也知道这件事情。这个就是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啊，他黑板上写的就是统一场论的一部分，左边就是他统一场论的一份专利啊，我们把它这个整理下来，很简单啊，我只讲蓝色的话啊，时空跟物质、能源是不可分的，是一体的两面。每一个磁场代表一个空间的平面，因为我们是3度空间，所以 suppose 是不是有3个不同的场？但是这3个不同的场是一个分量，它整个合起来的有一个量。那这一个量呢，就是统一场论啊。那其他的都是它的分量，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向量表示这3个量啊，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他说这个美国这个2次大战期间的这个秘密实验呢，应该是一次文明的先锋啊。如果是真的话，对于这个价值是有无限的贡献啊。那最后一句话，它的引力场啊，只是场里面的不同分量，我刚刚已经讲过啊。好。
这张图就是目击者啊，目击者看到没有？左上方啊，左上方，右上方，左下方跟右上方，右上方原来是菲尔达菲亚。那目击者看到这个船在费城这个船场上啊，发电机轰轰的旋转，然后发生绿蓝色的光，然后突然的消失，然后在479公里外，也就是在左下方 Norfolk 军港出现完了以后消失，再重回到费城军港。OK， 大概情况是这样。然后这个 Philadelphia 呢是在 New Jersey， 那么 Norfolk 呢在 Virginia。OK， 这两个在不同的州啊，中间隔了个 Delaware 啊，德拉维尔州。那华盛顿就在他们两个的中间，这都是美国的科技重镇啊。好，那么实验后的船员新建迷航式的瞬间传送啊，对啊，一个地方消失，那个地方传送，那个地方出现，是不是叫瞬间传送？跟我们的星舰迷航记的 Star Trek 是不是很类似？带来了可怕的后果。据说机密的军事文件报道，这条驱逐舰船员受到事件的影响呢，它的方式，人产生的很多方式令人不安。有些人发疯有些人患了神秘的疾病，还有一些人跟船体金属结合在一起，但是人还活着，这很怪异，很奇怪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事件那下面是两张图片。好，1994年有一个人来辟谣了，他说 Allen 这个人讲的话是假的 ，Hoax 根本是个假的。这个人就是右下方叫做 Jackie Valley。那这号人物呢，也是研究飞碟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当年跟海尼克走得很近那1994年呢，他发表一篇文章说，对不起，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然后这个旁边呢有一个军人还来替他作证，他说这个既不是隐形斗篷，也不是什么外星人，但是这个 Valley 根本就是研究外星人的。好，所以他这个结局就是说，美国海军迅速搁置了这个实验，并强迫所有相关人员签署保密誓言，然后再为这些论文赋予超越最高机密的级别，永不解密，也就是所谓的绝密。那么媒体知道了这个事，1984年就拍成电影，名字就叫《费城实验》。好，现在我们请看影片。好，这个影片就是一开始的海军那艾德利希号就在这个地方，船员纷纷上船，他们也不知道做实验这个是主角之一。这个船停在这个港口然后开始发电机强送极强大的电压然后让它瞬间消失，光线有曲折雷达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以后呢，然后这个这个科学家看到，真的不见了就产生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因为能量变化。然后突然出现在1984年因为消失了以后，原来是说 Norfolk 军港，但这个电影改了一下子。好，消失了以后呢，到了这个1984年的时代，就看到战机了。看到战机了以后呢，然后他们还要回来以后呢，他们发现呢，这个里面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所以这两个人就是在1984年然后想到现在，如果说他现在打开一个地方，他们科学家说这是就现出来一个虫洞。这个虫洞，如果你不给它关起来，那很多外星人就会透过虫洞来跑进来，所以他们受命要去把这个虫洞关起来，所以又要再回到1943年然后他现在就是说，这个船员这个当时的其中一个船员，在这个受伤以后，在这个医院里面突然如果外面的闪电来会产生共振，两个一起就消失了突然消失，然后虫洞现出来，这就是虫洞现出来，很多外星人也通过虫洞过来了，然后美国人的军方呢把它打坏也打不掉，所以他们就派遣了几个人呢再回到这个时代，然后把这个虫洞呢给它把那个实验设备给它炸掉。那么在1943年呢，这个电影呢就是这个故事。当然部分呢跟我讲的很类似，那后面一部分呢就有一些戏剧性的效果。然后这个就是破坏这个实验设备破坏实验设备以后呢，让这个虫洞关起来让这个实验整个废掉。这个是主持人这是主持人这是计划主持人。然后好，他一看哇，火灾或其他现象，这个就是破坏，现场破坏。然后它里面实验时候有很多电晶体不对不起，不是真空管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电晶体。1943年然后这两个人奉命去解决问题，穿了这个太空衣然后进到1943年开启
回去然后透过虫洞回到里面去，然后解决了原来的问题最后又是开始形成一些这个奇幻的结果。好，这个就是这个电影的内容。好，艾尔德里奇号呢，最后的下场怎么样？这真是这一条船，大家去上网去看。这条船呢，1951年转到了希腊，同时在90年代以废料出售我下面用英文，大家可以从英文的去找到这个艾尔德里奇号的实际的结果。好，那么我现在把它的实验的经过用几张投影片很快的讲一下。那1943年6月，他们开始筹划我刚刚前面讲过，1940年特斯拉已经做过无人的实验，把物体消失在别的地方出现，但是这个是没有人的那么爱因斯坦据说知道这件事情，听说爱因斯坦死的时候烧掉一些手稿，跟这些都有密切关系那么1943年的6月开始做真人实验，一条船开进来，编号D11773艾德里奇号驱逐舰，这个里面装了很多重型的电子设备，主要是下面它有2台可以产生75000安培的发电机这个就用特斯拉的交流发电机，利用它特殊的震荡原理，我上次讲过。同时还有3台100万级的CW 无线电发射机。好，开上来以后呢，这个里面比较详细，它的一些设备。第一次有人的实验，1943年7月22号9点钟，所有发电机同时启动一道淡绿色的光雾逐渐形成。这个淡绿色的光雾就是我刚刚讲的Allen 看到的商船上看到，然后他写信给 Joseph， 就这段渐渐包围整个船，在远方的观察人员看到这个惊人的景象。接着船身跟官兵逐渐在众目睽睽下消失不见而船只的吃水线同时清晰可见，吃水线还在，但是船不见了。怎么样？已经隐形了。15分钟，指挥官下令关闭发电机因为发现很多奇怪的现象。那绿色的雾逐渐显现船又开始出现。那么船上的人马上去看发现不对劲了。很多人在船上的人发现了没有方向感，而且产生了一阵迷糊感，同时还有恶心的感觉，所以只开了15分钟。注意15分钟1943年7月22号，第一次人的实验我把详细讲一下这个时候呢，他们推测军舰本身不会物质的隐形，那么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赶快切断电源让旁边人松了一口气那下面就是说呢，岸上的人员赶回来看了以后呢，把这原来做实验就第一批实验的所有船员全部调走，换了一批新的船员，同时呢，把这个实验做了若干的改善，把设备也做了大量的一些改变。紧接着最重要的一期实验，1943年10月28号下午5点15分，这是最后一次实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实验。发电机启动，艾德里奇号呢，跟上次一样看不见同样出水线留在吃水线留在上面，起初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它 power 继续增加，突然一阵耀眼的蓝色闪烁，这个船就完全不见了一开始是匿踪在那里，但是还是有后来 power 加大，因为它设备换过了嘛，艾德里奇号完全消失，同时在400多公里数百公里的 Virginia 的 Norfolk 出现，同时持续了好几分钟在那边出现，持续了好几分钟，紧接着又消失回到了原来的费城军港所以这一次实验，那我看了小字所有的船员发生了严重的病症，甚至有些人已经不见了，消失的不见了怪异的事情，有5名船员，他的肉体跟船舰上的钢铁结合在一起这个里面还有很多这个许多的问题许多的问题这些人呢，好像他的感觉陷在蜜糖中有一种行动，好像人的动止已经冻结了，行动终止而且传说有人精神崩溃住进医院，就我刚刚电影里面讲的有的人不知名的原因就死掉有些因为这件事情他的心灵能力突然获得加强，但是很多人呢还保留着隐形能力，就是
在这个电影里面讲的，突然2个人在跳舞，跳了一下子不见了啊，然后一下子又消失了，所以他都不这个人本身不知道他存不存在啊，你一定要手碰碰他哦，表示你是存在的哦，让他安心，他又回来了啊，所以常常会不自然的消失。那这个实验的结果呢，这个 Jessup 他认为跟这个幽浮的动力源啊，很可能有类似的关系。同时，百慕达三角洲的消失事件呢，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Jessup 心里就在想了，那实验的结果是不是重现了不明飞行物体的现象？我们大家知道，这个 UFO 出现的时候，闪一下子会出现，对不对？是不是也是这种虫洞的原理哈？所以不明飞行物体是不是在一定的距离里面，它可以产生强烈的磁场，而很有可能因为不明飞行物的飞行体所产生这个磁场对周遭的影响，特别是有关电器、电力方面的物品，让它暂时失去作用，而磁场的变化对我们人类的影响特别大这里面下面讲到太阳风，因为太阳风就磁场，但是太阳风的磁场呢，对人造卫星、对电子零件对大气层有变化这个都是我们以前了解的，课本上也讲过的。这个实验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它重现了不明飞行物体的现象。不明飞行物啪一下子不见，又出现，对不对？费城实验证明了另外一个空间的存在也就是证明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这个神秘的实验显示了电磁时空扭曲的存在。那么世界上不明飞行物和百慕达三角洲神奇的现象，都是通过这个实验得到解释。这个是英国一个很有名的报纸，叫《Express》邮报下面是英文，我把英文变成中文。美国海军水手在海军隐形实验中被融合到艾德利奇军舰上。注意最下面一行，这个是2019年8月10号的 Express 英国的邮报上面写了这段故事这段故事。那么他就讲到这部电影我刚刚讲就是大家看到叫 Philadelphia Experiment 费城实验，大家可以去看这部电影。那么参加这次实验有某一个博士他说实验时强烈的磁云会改变物质和人体的分子结构，可以进到另外一个空间然后最后呢，下面有讲他们后来都被判为心理健康程度不适合服役，被强迫退伍。但是退伍以后十几年、几十年中间，强烈的这个实验像梦魇一样缠绕着他们，挥之不去，会消失，会出现又消失诸如此类。这个强大的磁场究竟能不能使时空发生改变呢？那特斯拉做过这个实验所以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注意那好，最后我们看一下美国海军行动档案展示了航空日志，显示红字。这条船在1943年8月27号了，根本就是在纽约海军的船坞测试，根本没有在 Philadelphia 所以你前面讲的通通是不对的而且上最后一句话，1999年3月，艾德利奇号船员聚会还有照片，接受记者的采访，一致否认，完全没有这个事实的存在所以正反两面我都提供给大家参考。同时最后一页我给大家讲一下费城实验证明了另一个空间的存在，其真假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谜。我前面讲过了，有3个关键人物2个，一个 Joseph 还有 Mark Allen 看到的这个目睹者，再来就是埃尔贝利克这3个关键人物，他讲了一些话，写了一些书。然后呢，反过来的例子呢，就是美国海军实验室呢，也对于这个事情说，我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当天这个船根本就在纽约的船坞里面，根本没有到过这些地方。但是是不是航海日志可以改变呢？它可以改成另外一个形式，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说真真假假到现在还是一个谜那我重复一下那最后一句话。所以我为什么要把特斯拉的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注意到他们几个人的时间，特斯拉在1943年1月份去世，但是这个实验是在1940年开始就执行。所以一开始特斯拉做了很多的实验，有很多的设备，是不是已经
应用在这个上面。同时，特斯拉的很多实验通通不见了啊。那这个实验的结果是不是部分美国海军认为确实有应用的价值，而用在这个费城实验上，我们不知道。但是特斯拉曾经做过类似的实验利用磁场使物体消失，然后又重现。所以爱因斯坦比他小23岁，那爱因斯坦呢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两个可能都认为这个发现，他们两个是见过面的，因为我有照片上次也照片有试过。当然有人说那个人不是特斯拉，但是是正反两面但是提供大家参考正反两面，大家去抉择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两个人，特斯拉跟爱因斯坦两个人相见意义非常的重大那么现在的科技已经到达奈米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已经到了奈米10的负9次方的技术，而且逆中飞机 F-35也已经成为了事实在天上飞 F-35、F-22，但是注意，我们现在的逆中技术也只是什么？也只是雷达的逆中，光学也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是费城实验大家看到了，吃水线还在，隐形已经能够做光学的隐形，所以逆中技术到现在已成为了事实。但是呢，这个里面因为逆中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它已经让东西能够改变你的位置，所以说已经开启了一个我们在现在所谓的虫洞。但是这个虫洞的开启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谜。这个虫洞的开启，这个谜到现在为止真真假假，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确实的结论。所以我把这个正反两面提供大家参考，这就是到现在还是一个谜的费城实验。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次再见。